常德市武陵区的诗墙，是镌刻着文化记忆的长廊。墙上既书湖南民间故事，又录千古绝唱诗句，洋洋洒洒，蔚为大观。更因其规模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，成为一方水土里流淌的诗与远方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千福，祝大家天天有福。在湖南省常德市有一面独特的墙，这面墙以三绝诗书画、一墙天地人为精髓，成为了湖南省常德市的文化历史图腾和世界级人文景观。同时，吉尼斯也认证它是世界上最长的诗书画刻艺术墙。接下来，大家一起跟着我们走进这面独特的墙，去聊一聊它背后的故事。在我身后就是一处阁楼——排云阁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简溪，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。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视频。常德市的这面诗墙是常德的特色建筑之一，也体现了常德的历史文化非常的深厚。现在，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面诗墙，看一看它历史的厚重感。我们走进了这个排云阁，现在在我镜头前面有一块石碑，上面写了常德诗墙公园。我们现在就在这个公园里面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面诗墙到底刻画了哪些历史文物的名诗名句。丽水花絮洞庭湖，这里应该是描绘的是洞庭湖的一些风景。这里是安乡。好，这边就是桃源县，描绘的是桃源县的诗句。闲处云常至，蓬莱鸟亦随。大家对书法作品感兴趣的可以了解一下。上面是用草书或者行书写的一些毛笔字体，下面是用这种打印的正楷写的，防止很多人不认识上面的字迹，从这上面就可以看清上面是写的诗句。浪淘沙，渔村夕照。白璧湾，川石市。常德市诗墙位于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元安路沿江一带，全长有4公里，依托沅江北岸防洪大堤修建，镌刻自先秦至当代的1530首诗词，以及43幅中外石壁画，形成百代沧桑，名贤题咏，武陵佳质，兰芷风华，华夏新生，五洲谐音，时代风采，千古绝唱8大主题篇章。这里的主体建筑有武陵阁、春生阁、排云阁，还有渔夫阁4座楼阁，兼具防洪、闸口与文化地标功能。诗词由全国含港澳台1213名书法家以真、行、隶、篆、草等字体书写，篇名
及强名由赵朴初、启功、沈鹏等名家题写。这里的总投资有 1.08 亿元，为防洪工程设计标准为100年一遇洪水位，与文化艺术结合，开创强、源、水三位一体模式。这里的诗墙2000年获吉尼斯认证世界最长的诗书画刻艺术墙。余光中誉其为诗国长城，朱镕基称赞为一大创造。这里是免费开放，周边停车还算方便。这个诗墙通过防洪工程与千年诗文的融合，成为常德的文化图腾和世界级人文景观。墙体厚2.5米，采用液压闸门系统。这里的石材工艺都是选用的山东玉苏石，激光雕刻，配合纳米防护涂层，抗风化。诗墙一开始的建造目的并不是为了去夺得一个吉尼斯世界纪录，一开始的目的是为了防洪，只是后来国家为了突出当地的特色与促进文化的进步，所以就投资去修建这样一面世界独有的美妙之墙。对书法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慢慢欣赏，这里还可以扫码看这里的诗句的解说。在这面诗墙这里可以看到最全面的书法作品。幽栖图原作是清朝著名画家湖南常德人。夹山因两山相夹，故名夹山，在石门县城东南，是李自成残隐之地，山上有夹山寺、闯王陵等痕迹。湖平雄姿，位于石门县境内，主海拔有2098米，为湖南屋脊，被誉为华中地区的物种基因库。江山如画，这几个字如飞龙走蛇，特别的大气。杜甫的诗句：弥漫难见水穷处，桃花浪卧武陵春。杜甫，唐朝著名诗人，被誉为诗圣，诗句豪迈。中国常德诗墙，兰芷风华，武陵风流。你们看这一首《江南》，相信大家应该不陌生。江南可采莲，莲叶何田田。鱼戏莲叶间，鱼戏莲叶东，鱼戏莲叶西，
鱼戏连夜南，鱼戏连夜北。在这么多诗句中，总算找到一句我们熟悉的了。你看这种书法字体特别的新奇，以前从来没见过。待青青河畔草，这么多的诗篇都看不过来。这里雕刻了一幅画，道是无情却有情，想必大家应该也听说过。此画是根据刘禹锡敌居常德时所写的《竹枝词之六》中描述的杨柳青青江水平，闻郎岸上唱歌声，东边日出西边雨，道是无情却有情之意境创作，非常有意境的一首诗。面前这幅图是一个神话传说，龙女托书。这个故事源于唐宋传奇《柳毅传书》，说的是洞庭龙君小女配嫁晋川次子，备受夫婿虐待。有一天在放羊的时候遇见了儒生柳毅，便委托他将一封书信密送洞庭龙君。柳毅基于义愤，将书信送达了龙宫。龙女的叔叔钱塘龙闻讯非常暴怒，惩杀了晋川恶夫，救得龙女生还。洞庭龙君还盛宴款待柳毅，并击席儿歌，热烈颂扬，助人为乐的思想传颂。这幅画也是当地流传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传说——刘海砍樵。这幅画取材于刘海戏金蝉的民间传说。刘海家住常德丝瓜井，家境贫寒，与双目失明的母亲相依为命，以上山砍柴为生。山上有一个狐狸精，爱上了刘海勤劳善良的本性，就化成美貌聪明贤惠的胡大姐，与刘海成亲。此传说故事情节生动风趣，深得人民群众喜爱。那么据此改编成的湖南花鼓戏《刘海砍樵》更是广泛传播，风靡海内外。我们又发现了一幅画，傩戏人物。傩戏是我国民间最古老的艺术品种，被称为戏剧的活化石。原本是我国古代驱逐疫病、妖魔祭鱼、人神巫鬼歌舞呼号，充满蛮赫之气，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古代社会文明的图影。常德地方从前流行这种傩戏，我记得在当今的陕西也流行。擂茶也是湖南的一大特色。擂茶飘香，这幅画表现的是一个民俗主题。常德、桃源一带向有喝擂茶的习俗，来了贵客之后，往往以擂茶相待。擂茶主要原料是生姜、生米、生茶叶，外加芝麻等，用山楂木在擂钵中捣盐细，冲上沸水即成，又称为山参汤。眼前的这幅画是崔婆井，我们之前去探访过崔婆井，也了解了关于崔婆井的一些历史故事。车印朗吟，这里就是我们以前学过的寓言故事。这是一个流传千古的勤苦学习的故事。车胤是常德
今世新州人家境贫寒，没有灯油，就用白布口袋装上几十只萤火虫来照明，最终自学成才。如今他的家乡还有车城、车公祠、银台书院、郎银台等遗址。勤奋好学，宣扬文人的勤奋好学的思想品德。眼前这幅画描述的是江女捣火，孟姜女的传说故事。常德里县民间传说孟姜女寻夫记，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。大家看到我镜头前面就是这面石墙的正前方，就是沅江。以前这里是一处堤坝，这面石墙就是防洪墙。以前为了防洪抗灾所修建的石墙。我们从那边的排云阁一直往前面走，走到了这个春生阁。每个阁楼都建得非常的大气、古雅，都可以，其实都有台阶可以到上面去观望整个沅江的风景一带，非常的壮观。眼前这幅画是常德思贤，我猜这里描绘的应该是常德特有的地方性的民间乐器艺术特色。我们一直沿着这个石墙的走廊，这里面绿树成荫，风景特别的幽静。正值中午的时候，还有游客在这边驻足拍照，江面波光粼粼，还有往来的船只穿行。天气太热了，走到阴凉处来。你看，在这个广场上，还有一些铜像。昔日码头，这里曾经是古时候的老码头。这里面的铜像反映了当时的市井生活的一个体现。这个应该是老奶奶卖茶叶蛋。以前古码头的台阶还保留了当年的遗迹，驻足在这里，能想象当年的盛况，码头的日薄千帆、夜靠万船的盛景。这个铜像就是码头背夫，当时穷苦的码头工人的生活场景。我们从那两座阁楼过来，现在来到了武林阁。这座阁楼更是庄重大气。我们看到前面还是有一面石墙，再去看一下，从武林阁那边过来，这里又是一整面的石墙。繁星、冰心，中国近代文学家冰心的诗，著名的诗句。前面看到了一面非常古朴的围墙，是用青砖
铺就而成的。看一下上面有没有其他的什么特色。现在我们来到了笔架城，这面墙上主要刻画的是常德及状元、进士及院士榜，就是自古以来常德地区出现的状元、进士的名单。常德自古文运昌盛，人杰地灵。据方志记载，自唐至清有状元1位，元朝进士250余位金榜题名。这里人杰地灵，出了很多的人才。明朝88人，元朝10人，清朝113人，都有详细的人名、时间介绍，还有院士榜、余嘉熙、简伯赞、孟少农，全部都是近代有名的人物。今天我们冒着炎炎夏日，走完了整个常德市的诗墙。令我感受最深的是，我们领略到了常德市独特的历史文化魅力。如果屏幕前大家也对我们本期探访的内容感兴趣，欢迎来到湖南省常德市诗墙前来一游。那么本期视频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